立门户了。你就说看这蓝天白云，你不得多活20年呢？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院吧。我这小院附近呢，有山有水有河流的。其实吧，当初我没看中这小院，就太破了，根本没法住人。就我老公就看中了，就拍大腿说好。就后来我老公把他想法跟我一说，就我也跟着拍大腿，太好了这地方。就你别看现在这个院子吧，它乱糟的，杂草丛生的，但收拾完啊，实际面积在里边跑马拉松都够用了。咋说呢？只能说我老公把这个蓝图画得太好了。就我对这小院未来期望值嘎嘎高。那咱说干就干啊！就是这个房子吧，虽然好多年都没有人住，然后特别破特别旧，但是这个墙体保持的特别好。但是这房盖吧就没有法用了，就重新换新的。房夹着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住都胀开了。然后呢，你们发现没，这个房子它没有围墙，那肯定施工第一步先把自己家的小地盘给它圈起来，对不对？围墙先给它码上。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这个房子吧，它地势有点高，它四周想要做围墙就必须得做挡土墙。就刚开始吧，咱不干这个东西，咱真是不懂。就估计吧，有些人也是跟我一样，就是不明白什么叫挡土墙是干啥的啊。就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家地势高，然后旁边洼，所以说呢，我们必须砌这个墙，得把这个土挡住，防止它这个墙倒或者是土滑下去，就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呢，这大哥就跟我说了，你要想砌围墙，你四面你必须得有2面做挡土墙。然后呢，我们还想在河边那面，然后做一个鱼池子，所以说又多出来一面挡土墙。就现在就是4面围墙，有3面做挡土墙。好嘛，这没等开工呢，先给我来个下马威。这开工第一步就给我接了个大活。那行了，大概的咱们施工流程呢就算是捋顺了。下集呢，钩机和工人就都进场开始施工了。那没给我点关注的呢，就把免费的关注给我点一点啊，跟我一起见证我小院是怎样焕然一新的。上集不是说我买了个农村小院吗？我就跟那个乡巴佬进城似的，看啥都不认识，看啥都稀奇。这人家砌墙的石头，我就说跟咱普通石头不一样了。瞅着没？就这一车车往这院里边卸的，就是砌墙的石头。这个石头叫毛石。人家土建大哥说了，就这毛石砌的墙，你就用吧，随便用，啥毛病没有。我说大哥呀，赶紧讲话了，那我们家这个墙不能当传家之宝了。大哥回头瞅我2眼，也没说话，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但人家大哥可说了，就我家这工作量，这毛石的量用的可老大了，就是价位吧，也是相当可观了。这跟大哥唠完嗑了，我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你就看这一车一车的就往这院子里拉，这满地的毛石，看着我心都突突。看看地上的毛石，再摸摸我兜里这几两碎银，我悄悄地告诉我自己，你要振作，你要沉得住气，你可是这个院里未来的女主人。那有的人肯定就寻思了，你看其他博主都搁那自己动手改造，你呢就知道小嘴巴巴的。就咱说老铁，咱们说句实在话，就现在这个场面，我能干啥？再说吧，我现在在市里边住，每天来农村往返吧，其实也挺远的。所以说过段时间呢，我打算院面啊或者围墙都差不多了，我就先搬过来了。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外边一个大公鸡搁外边运这个毛石砌围墙，屋里边还有个小公鸡在那砸墙呢。要不咋说呢？只要你钱到位，玻璃都给你干稀碎。这工程进度是真快呀！我转天一来，人家围墙都砌差不多了。看到我家围墙，我突然间想到古人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总之一句话，就是奉劝大家，如果以后在农村想买房子的时候，千万看准了，没有围墙想做挡土墙的那种，千万别买。问我咋知道的？我钱包告诉我的呗。行了，没给我点关注的，给我点关注吧，跟我一起见证我小院是怎样焕然一新的。这小房真是一天一个样哈！今天工程就是把房盖解了，修补一下房盖，然后直接做一下保温。
哎妈，现在这房子炒的也太凄凉了，啥都没了，就剩个框架了。但是该说不说啊，这屋里边墙砸完之后了，是真敞亮啊。这说话功夫，我也顺着梯子爬我家房顶上了，还真是一览众山小啊。这小房盖一修不好，样一下就出来了。这老房子吧，以前是准备起几个2楼的，咱们就直接把房盖修不好，保温做好，然后直接上架子上瓦，咱们做一个亮亮堂堂的大瓦房。你搁农村你住啥楼啊？这个房盖吧，可多造型了。然后我最后选择了一个叫马尾。马尾这个造型吧，怎么说我形容不上来啊，反正就是特别简单大方。反正一会儿架子上去了，你们也就知道啥造型了啊。这个瓦我选择的是跟我的性格特别相符的一个颜色，枣红色，非常的沉稳。哎呦我的妈！看到没？我们家的房盖啊，大概就是这个型的啊，非常的简洁大方。再来看一下我家挡土墙吧，我家挡土墙吧马上就要竣工了，这整完了确实是好看哈，一瞅就结实，这钱确实是不白花。看看这大爷抹墙的手法，一点都不含糊。我们家的围墙啊，不是就这么高啊，这不是围墙，这是挡土墙。我们家上边还要做铁艺栅栏啊，下边这是基础。看看吧，这小院套一圈起来，是不是就带样了？原来那杂草丛生的都没眼看，你看现在。那就接着说下一个大活吧。正常我们家不是3个挡土墙吗？现在做完2个挡土墙了，还有一面墙。这面墙吧，我打算在外边不是要挖一个鱼池子吗？现在钩梯已经给它挖出来了。但是我真没有想到，这面墙的工作量要比其他2面墙还要大。这不是为了以后看鱼或者是喂鱼方便，又多做了一个观赏台。我是看了，我这2天在家躲几天吧，也别来了，来了我心就突突。但是说归说啊，这个设计我还是相当满意的，看着还是相当壮观的。这挡土墙吧也算是正式的建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排土。你看到我视频里录的这老高的土啊，咱全都得给它排出去。这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当初我老公给我画的蓝图里边好像是没有这些事儿啊，这都得靠收拾。你看这小院土清完之后溜平。行了，没给我点关注的给我点关注，跟我一起见证我小院是怎样焕然一新的。终于初见雏形了。这俗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这瓦上完以后了，你看这房子，哎，它就有样了，越看越顺眼了。在农村呢，有这么一个风俗习惯，不管你是重建房还是改造房，在你上梁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上梁仪式。一般呢都会找村里边比较有威望的先生过来帮忙举行。上梁呢是指安装建筑物屋顶最高一根中梁的过程。上梁有如人之家冠，所以说呢，上梁是建房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古人呢更会大摆祭祀，颂唱上梁文，以祈求根基牢固，送祝房舍平安长久。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很多的礼仪已经被从简。上梁呢会在梁枝2端挂红绸，红绸下垂，清顺至铜田一枚，取平安和顺之意。上梁之前照例要行祭拜之礼，祭拜鲁班先师和杨公先师。老言俗语说得好，丁是丁，卯是卯，啥是上梁，啥是好。临上梁时呢，还要用红纸写上红批数联。当屋梁2端放正，还要行抛梁礼，就是呢从梁架上抛洒食物，比如说糖果、花生、钱币之类。上梁礼呢最有趣的当属喊梁，喊梁也称呼龙，就是说吉祥话，然后开始鸣放鞭炮。上梁好一条龙，弯弯曲曲朝上行，叫声大龙挡一两，亲戚朋友来挂红，鸣放鞭炮。好，儿女当王侯，销量
越扩越矮，606，最后代日子越过越高。东家祝你上梁吉祥，天天发财。感谢。东家有赏啊，谢赏了，下不来就拉倒了啊，找个好吃饭去吧。吃饭去了。又大力呀！所以说咱今天啊，接着干活。这真是等了又等，终于对我的房子下手了。其实，在没等开始施工的时候，我就跟大哥说了，我说我这个房子这窗户必须得给我开大，那个老房子的窗户太憋屈了。咱不说做落地窗，咱也得差不多给它整亮堂的、大方的。在这农村，山好水好，空气还好的，所以说咱家窗户尽量给它开大一些。因为涉及到承重墙，所以说我们家是4个大窗户，2个小窗户，然后正中间是一个入户门。其实我们家从收拾这个房子开始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设计图，就是干一步设计一步。因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农村建房，所以说我跟我老公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打造自己想要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每天我都会在这个房子里边走很多遍，就比如说一个角落，我会想着它怎样设计，然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跟老公会更加的方便。所以说到最后，这个房子不管呈现给大家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对于我俩来说，都是最适合我们俩的。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农村开始我俩平静而祥和的生活。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俩最向往的日子。所以说呢，一切的美好才刚刚开始。你们看着视觉效果能更好一些，要不然今天挖个坑，明天埋点土，就这么录，你们啥时候能看到成果？不是说要把水抽出去再干活吗？那你们这么干活多遭罪呀！昨天人说要被水抽出去干活，其实施工现场就是这样的，有很多人说你做这个造价太高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辛苦，同时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叔，你多大岁数了？啊？我瞅啊，60多，多呀？多多少呀？66，不是你66，你来这夸夸搬，你挑那小石头往上搬，你让他们年轻人的往上搬大石头。你说这大石头，你说你就这么夸夸往上搬啊？看，农村人就是这样的朴实可爱，用双手去生活的人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因为下了几天雨被耽误了，这几天呢，鱼池子终于有样了。我们家做的这个是养鱼池，不是观赏鱼池。观赏鱼池后期会在院子里做，会做造型和假山之类的。这个单纯就是养鱼用的。看看吧，我们家的大鱼池，这得养多少鱼呀？到时候都来我家啊，都来我家吃鱼。我不要别的，临走的时候给我点个赞就行。再都别说我们家的鱼池像化粪池了啊，我们家的化粪池搁这儿呢。谁现在还管它叫化粪池啊？都管它叫谶井。我们家谶井这老大，大哥说了，10来年都不用管。10年之后淘谶井这个活儿，待遇优厚，现在可以报名啊！这小井盖给你一安排上，板板又正正啊！咱接着谈下一话题。都知道这是在干嘛吗？有明白的人一看就懂，这是在这挖井呢。其实这个老房子以前在屋子里边有一个井。但是我为了说屋里边装修啊，还有外边浇花更方便一些，在外边又重新打了一个井。我真是第一次见打井，就我在农村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我把这个不懂就要问的精神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啊！就是现在这个深度浇花什么的，什么都够用了啊！我这么出来个艺术馆啊！我说这个随便行，这个比咱还酷。他们也不用多说了，1小时能泡上5吨水。看到没？人家大哥说了，1小时能抽好几吨水。我们家这个井打了60米，正常在40米左右的时候，其实水就够用了。但是井越深，水质越好。我们家这个井40米以上全是土层，40米以下到60米，这20米全部都是岩石。哎呀，想想用这个水泡点茶喝，那得多哇塞呀！打井的大概过程呢，就是大哥肩上扛的这个钢管是2米1个，
打进去一个加一个是要打到60米，所以说打井都是双数，不打单数。打井的最后一步呢，就是洗井，把里边的泥土和灰尘都洗干净。人人都说水为财，见水者发财，遇水者有财，观水者进财，亲水者报财，爱水者大财，入水者财源滚滚。那我祝刷到这个视频的老铁们财运不可挡，幸福又安康。